逸轩呢？不是说秦总忙着呢，没空见你。把这个签了，签完你就可以走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意思还不够清楚吗？你跟秦总的婚姻到此为止。为什么？你也不掂量掂量，现在的你还配站在秦总身边吗？我配不上他，难道不是吗？秦总用了5年的时间，把要垮了的秦家支撑起来，现在更是成为了柳城商界的龙头。等今晚跟万华集团的合作一敲定，更是平步青云。可你呢，只会在家等着他养你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别用你那点见识来揣度我，我的分量你还不懂。哼，我不懂，难道你还藏着什么身份，能比得上执掌万华集团的海爷？陈振海啊，他还不配跟我相提并论。别白日做梦了，寒霜，我劝你还是早点签字，还能得到秦总给你的补偿，足够你一辈子衣食无忧了。我要听他亲口说。这点小事还不用麻烦秦总，你该明白，以秦总现在的身份地位，想离婚根本就不需要通知你。现在把你叫过来，还给你补偿，已经算是给你留脸面了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他不出来，这次我不会签。寒霜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这样只会让人恶心。你终于肯出现了。这里有1000万，签了字儿，从今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们这5年的日子，在你看来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吗？怎么嫌少？好，开个价，只要别太离谱，我满足你。你到底懂不懂？在你眼里，金钱和地位，难道真的就比什么都重要吗？不懂的人是你，你还没看出我们之间的差距吗？你连我想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。那这5年来我对你的付出呢？你所谓的付出，对我来说1分不值。我想要的，你给不了。你怎么就敢笃定，你想要的我给不了？你还不会真以为，凭你的那点本事，就能够把垮掉的秦家抬到今天这样的位置？你可知道，秦家有今天这样的地位，全靠我给的。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说白了，你不就是想赖着秦总蹭好处对吧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说的太对了，有些人就是拎不清。逸轩，这是我们上次约会时你看上的那款限量版德米勒钻石表，200万，我都给你买来了。他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约会，这就是你跟我离婚的原因吗？你可以这么想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秦逸轩的妻子绝不能是个只会洗衣做饭的家庭主妇。好，我明白了。秦逸轩，你最好别后悔。就凭你，也配让秦总后悔？今晚万华集团将入驻柳城，并且公开招标，而逸轩已经得到了万华集团的青睐，提前中标。等到晚上结果一公布，逸轩将会是大夏商界最年轻的传奇。这些上流圈子的事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怕是连听都没听过。也对，你也就这点眼睛。狗眼看人低，不妨告诉我，万华入驻柳城，是我点的头。你点头？你怎么不说东省的陈振海见了你都得弯腰吧？没错，他确实得听我的。寒霜，还没闹够吗？说八道不嫌丢人呐。行了，看你在这硬撑着，怪可怜的。实话告诉你，万华和我们许家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合作，就连这次入驻柳城，那也是我从中牵线搭桥。我可从没听说过有你这号人。有你促成，徐梦洁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住口！寒霜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当初瞎了眼跟你结婚。赶紧把协议签了，少在这碍眼。好，你秦逸轩了不起，是我寒霜高攀不上。把我妈留给韩家女婿的祖传玉佩还我，从此你我再无关系。
拿着，从此以后我们再无瓜葛。你的这点钱根本入不了我的眼。秦逸轩，今天你说的每句话，你最好都给我记清楚。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逸轩哥哥，我订了法式餐厅，咱们庆祝一下好不好？不必了，我没胃口。许小姐，上次见面我们只是谈合作，并非约会，这东西你还是拿回去。是我唐突了。对了，逸轩哥，今晚的招标宴，听说海爷背后的那位大人物也会露面。是九霄阁里的那位？是，就是那位，他才是真正的云端人物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跟他认识，算得上是手帕交呢。那许小姐如果能帮秦总引荐一下的话，那往后那是自然。逸轩哥哥，等到了晚上的招标宴，我给你引荐，只要你能得到那位的青睐，以后你在东省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了。谢谢徐小姐。逸轩哥，你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？那我先去准备准备，咱们晚宴上见。好。小丽，你觉得刚才我做的对吗？当然，秦总，以您现在的身份地位，只有像许小姐那样家世显赫，能够助你一臂之力的人，才配站在你身边，而不是那个不识好歹的女人。阁主，柳城许家家主想献出70%产业，与您见一面。许家？对，这些年许家一直在万华旗下做事，倒也算尽心尽力。他对您仰慕已久，您看要回绝吗？让陈振海告诉他，晚宴上见。您的意思是晚宴继续？可是您和秦先生不是已经……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更要去。我很期待今晚的重逢。小姐，我们真要放弃竞标吗？这可是万华少有的项目。急什么？许家和万华合作这么久，想要项目，那还不是动动嘴皮的事儿。当年秦家倒台时，我爸都没辙，而这秦逸轩只用了5年时间，就将秦家带到如此高度。这人脑子确实好，用个短期项目去换一个商业天才的信赖，划算得很。再说了，今晚的重头戏根本不是竞标，是那个大人物。没错，今晚许家会通过海爷搭上他，有这层关系在，秦逸轩不靠着许家的威胁，到时候他就是我的枕边肉了。可他不是有一个前妻？那个家庭主妇，哼，扔人堆里都不会让人注意的货色，也配跟我比？芋头，今晚的宴会可是有大人物要来的，你可得机灵点，听见没？哎呀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肯定不会给哥丢脸的。寒霜，妈，你还有脸喊我妈呀？啊，前脚刚跟逸轩闹完离婚，你后脚就勾引野男人，寒霜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妈，话可不能乱讲。萧彻他只是乱讲，你背着逸轩在外头勾三搭四，被我撞个正着。怎么，你还有脸在这狡辩呀你？妈，这5年我寒霜扪心自问，从未对不起过秦逸轩。放屁！你要是干净，逸轩能跟你离婚啊？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！我呸！寒霜，你吃我哥的，用我哥的，现在离了婚，就在外面勾搭野男人，还好意思花我哥的钱，还不把我哥的钱交出来？对，那是我们秦家的钱，你这种贱货不配碰！今天必须给我净身出户！你知不知道，到底在跟谁说话？小白脸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给我滚一边去！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花过他1分钱。哼，骗谁呢？就你，
你的兜比你脸都干净，你会不想要那笔钱？少废话，赶紧把钱交出来！不可理喻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妈，这是我哥的。好啊，离了婚偷拿我们家东西。这是我妈留给韩家女婿的东西，你还给我。我哥带了，就是我们家的，还给你。做梦！你还给我！你敢碰我，我就算把这东西摔了，也不会给你。你找死！雨桐，你没事吧？让妈看一下。你个贱人，你敢打我女儿，我打死你！你敢打我，我让逸轩扒了你的皮！来人，把他们俩给我带下去。韩爽，你个小贱人，逸轩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给我等着！阁主，那两人不懂规矩的东西，是时候该教教他们怎么做人了。是。合同你带来了，那合同回去我给您发过去啊。秦总，这宴会上还有谁能让您亲自敬酒？看见那3位了吗？东省3大家族的掌权人，手里握着整个东省商人的饭碗。那海爷呢？海爷掌握的是他们的命。魏总、曹总、汪总，好久不见。听闻秦总得到万华集团的青睐，后生可畏呀！来，秦总，我们敬你一杯。以后秦氏的项目还得仰仗3位多照拂，都是应该的。秦总，您看。3位失陪一下。站住！谁让你进来的？门没锁，我自己走进来的。哟，在这装什么清高？这种地方也是你能进来的？跟壁虫似的尾随在我们后面，怕不是想对秦总死缠烂打吧？寒霜，这么纠缠，只会让人更恶心。你们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？喂，逸轩，你妈和你妹被打了。什么？是谁干的？是韩霜那个小贱人，她花了你的钱，还在外面勾三搭四。我和你妹撞见了，雨桐看不过去，就去说她2句，没想到她居然动手打人。哎呦！我去劝架，也给我打得很重。逸轩，你可得替我们做主啊！千万不能放过那个小贱人。你们在医院等着，这事我来处理。你说，为什么把雨桐和我妈打进医院？是秦雨桐，她把我的霜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那可是秦总的亲妈跟亲妹妹，你有什么误会不能好好说？为什么要打人？你急着指责我之前，是不是该先问问事情的来龙去脉？寒霜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就因为我跟你离婚，你就在外面找野男人，还拿我家人撒气。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难道不该先问问为什么？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现在立刻去医院给我妈道歉。该道歉的是他们。怪不得逸轩会跟你离婚，真是一朵不折不扣的白莲花啊！又当又立。今夜咱们东省名流齐聚，你擅自闯进来就是死路一条。逸轩让你道歉是给你留着体面，指条活路，你还真是不知好歹。我寒霜的活路还轮不到他来。至于善主，你可以去问一问陈振海，若是没有我，这场晚宴他敢开始吗？呵，好大的口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位大人物。哪来的泼妇？穿着一身礼服也挡不住一身的俗气，真是晦气。口气挺大，
你还真是肆无忌惮。这不是秦董事长的前妻吗？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，我看你是找死！陈爽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不知死活的家伙，冒犯海爷，还不快给我跪下！要我跪下，你还不够格。魏董事长不够格，那再加上我曹氏国际的掌印人，够吗？不够，有点意思。那要再加上我东省汪家呢？还差得远呢。韩爽，看清楚，这3位代表的是整个东省的顶尖权势，他们一句话就能让你从世界上消失，非要把事情做绝吗？做绝又怎样？道歉，赶紧给他们道歉！我说了，他们不配。韩霜，是你自己要往死路上撞，可别连累我们秦总。既如此，那再加上我们东省许家。许家？没错，今夜这宴会不仅有代掌万华的海爷，更是有位大人物要来。我许家将会直面那位，日后平步青云，指日可待。现在你觉得够了吗？许家又算什么东西？我知道，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想踩着我显威，但不好意思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都不够。放眼整个东省，你还是头一个敢跟顶层权势叫板。既然你非要跟整个东省为敌，那我就成全你这野心。来人！韩霜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先卸了他的胳膊，我倒要看看敢跟整个东省作对的骨头到底有多硬。住手！我们谁敢对他不敬？出言不逊，鼠目寸光。你们可知道他是谁？还不快滚！这位帅哥，难不成你要护着他？这还轮不到你操心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刻道歉，为你许家，也为你父亲这条活路。我今天要是不跟他道歉，他还能灭了我们许家不成？你可以试试。哎呀，我好怕啊！哼，先不说今晚我许家会直面那位大人物，一步登天，就说我许家在东省立足50年，经久不衰，更有横卧东省莫言罗海爷照应。他有什么通天的大身份来灭我们许家？凭他那张嘴吗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下贱货色。你敢打我？打你又怎么样？不过你前面说的确实不错，灭你们许家确实只需要动动嘴皮子。萧彻，通知下去，和许家的会面提前，让陈振海把许家家主给我带来。顾少，来尝一下明前龙井。许家家主客气了。董事长，车备好了，随时准备出发。好，你先下去。顾少，你有所不知，我花费半生的心血，终于有回报了。过了今夜，我许家就要一步登天。一步登天？看我激动的，让你见笑了。想当初啊，海爷驾临东省，我许家自愿归许麾下，一度被曹魏汪3大世家把我当笑话看。再看看现在，3大世家早已没有了气，看到海爷，那还不是低头哈腰的？倒是我许家，不仅站对了队，往后啊更有望成为东省第1世家。许家主能屈能伸，这份远见确实难得。顾少，您真是折煞我了。跟您比起来，许家还差得远，毕竟东省也是个小地方。顾少，你可听说过九霄阁？当然，传闻是大夏最古老的隐士存在，护过龙脉，透过疆土。正是，九霄阁传承1000载，以国为己，其阁主更是万人之上的存在。放眼如今，大夏的首长也是敬畏他3分。不知为何，这位阁主5年前
突然销声匿迹了。不过听说今晚他就要出世。出世？在今晚这场招标晚宴上？没错。要是我许家能够获取青睐，别说是东省，放眼整个全国都能站稳脚跟。那我就祝许家主得偿所愿了。海爷又催我了，估计那边准备好了。喂，海爷。陈婷，你生了个好女儿，给你10分钟，立刻滚到招标晚宴会场来赔罪。10分钟不到，今晚就让你许家彻底消失。海爷，海爷，喂，来人呐！马上去招标宴会现场，快！好的。一起走吧，今天也是打扰许家主了。走。这许家是成不了东省第一世家喽。喂，凡哥，邀请函我已经拿到了。好，我马上就到。沈不凡啊，你这个未婚妻可是比想象中更加不简单哟。秦总，招标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他再这么闹下去，一定会牵连我们。寒霜，知不知道事情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？你非要到不可挽回的地步，你才满意吗？不可挽回的是什么？万华的项目吗？你明明比谁都清楚，这个订单对我而言，对秦家而言有多重要。对，区一个订单你觉得很重要，我们2个人5年的感情，你却可以视若无物。秦逸轩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你舍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？寒霜，你真是够蠢的！你以为你闹成这样是在报复我？你再这么闹下去，你连自己命都保不住。是吗？我今晚就坐在这儿，看谁能取我的命。好大的口气！滚下来，小丫头，这个座位可是宴会厅的首座，代表着整个东省的最高权势，非财权滔天、万人之上者不可坐。你怎么就敢确认我不是那个能令陈震海俯首拜相的万人之上呢？放肆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你真的可以横压全场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妄议韩小姐？你说的没错，今夜之宴纵览全城，尽如蝼蚁，无法无天！来人！等一下，寒霜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大放厥词的样子就是个小丑？为了今晚这出戏，你私下排练了不少遍吧？我倒要看看你能演到什么时候。帅哥，你要帮富婆也不探探底，偏偏要跟着她寻死，可惜了。我看要寻死的是你，这世上还无人能与他比肩。你是被他洗脑了吧？他就是一个被秦家赶出来的弃妇，论身份，论财富，论能力，就连尊严也一无所有。我说他是弃妇，那都是抬举他。他就是一个只会围着灶台打转的废物，什么都不会做，只会刷刷存在感。还好逸轩哥哥早就看透了，自然不会把他留在秦家。他求而不得，便心生怨念，不仅背着轩哥在外头乱搞，还指使姘头打伤轩哥的家人，现在又跑到晚宴上来大放厥词，说白了就是见不得秦家拿到万华的订单，所以存心跑这儿来搅黄这件事儿。你这异想天开的能力，真让人佩服。别装了，寒霜，你以为在场的各位名流看不出你那卑鄙的心思吗？寒霜，这就是你今晚胡作非为的理由吗？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说什么你不信，他说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却毫不怀疑。秦逸轩，这么些年，你真的有了解过我吗？
寒霜，你有什么资格说秦总？你有脸吗？秦家可是养了你整整5年，你这样对得起秦总吗？秦家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是整个秦家对不起我。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是吗？我知道离婚对你打击很大，可是我给过你补偿了，而你呢，一点女人的廉耻都没有了吗？闭上你的嘴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斥责韩小姐？你就这么想勾搭这个小白脸？算了，念在我们夫妻一场，只要今晚你肯收手，所有人面前，我有我秦家的面子保你一命。从今以后，我好聚好散。我的命不必麻烦秦总。既然这个贱人不领情，轩哥你就别管他。更何况他今天晚上捅破了东省的天，谁也保不了他。秦氏集团虽是柳城的商业支柱，东省新秀可也不是什么事都担得起的。不错，商人最忌感情用事。秦总，我劝你还是当断则断，否则秦家会被他拖累的。秦总，这个贱人是铁了心要害秦氏，他死不足惜，但公司是您的心血，绝不能出错。寒霜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5年来我为秦家做了多少，付出了多少，这些我都可以不怪你，毕竟身份不同，地位不同，所担的责任也不同。可现在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今晚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，秦家都不会承认跟你有半点关系。这样最好。寒霜，我已经和你划清界限，别再一意孤行了。演不下去了吧，寒霜？你我身份天壤之别，我本不想自降身价与你计较，但是今晚你先是尊卑不分，冒犯在场各位名流，后又心思歹毒，将祸水引至秦家，东省可容不下你这样的败类。3分钟。哼，装腔作势，不好意思，留给你的时间到头了。诸位，今夜我以许家千金的身份，昭告东省商界，断绝此人生路，以儆效尤。此女身份卑劣，品行低贱，我曹家愿与许家携手一同断其生路。小丫头，几夜之后你也算是东省的名人，但对于你而言，也算是8辈子难求的荣耀。东省汪家附议，断其生路。我魏家也算其一。姑娘，你要明白，东尊卑知进退。4大世家共同发怒，这在东省可是100年难见。那秦家去父活不了了。断其生路，断其生路，断其生路！哎呀，自寻死路，活该。秦总，还好你跟他早早离了婚，要不然秦氏都不知道要被他坏成什么样子。寒霜，这就是你想要的，是吗？今夜过后，东省各个企业你一个都进不去，就连要饭都得不到施舍，你逃不出东省，东省也再无你容身之地。现在你还演得下去吗？1分钟。什么意思？你不会还妄想1分钟后海爷带着我爸来现场吧？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现在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绝望。来人！好大的胆子！原本我只是想让你慢慢感到绝望，但现在海爷来了，你的下场只会更加凄惨。是吗？我很期待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海爷，海爷，您来了，恭迎海爷，恭迎海爷。秦总，海爷来了，我们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？还是不肯起来吗？你为什么总这样一意孤行？我为什么要起来？寒霜，海爷已经到了，如果你能从海爷那求得一线生机，他们也不会把你逼上绝路。可你现在还坐在这里，只会激怒海爷，连最后的机会都没了。你还是没有搞清楚，今晚是他们求我。寒霜，你为什么总喜欢白日做梦？整整5年了，你还不肯认清自己吗？这5年来，你整天无所事事。当初若不是我们秦家收留你，你连最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。今天宴会上的每一个人，
都是你这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。你生来只能仰望他们的背影，为什么总是不肯低头呢？你错了，秦逸轩。人生来平等，但此刻我寒霜也自有一身傲骨和底气。晚辈许梦琪恭迎海爷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海爷，今天晚宴出了点纰漏，进来一只苍蝇。苍蝇，一个自寻死路的蠢女人。海爷无需理睬，我现在就命人把她给清理掉。你们真是好大的威风！海爷，我爸爸没跟您一起来吗？许真婷，要是今晚跟我一起到，今晚对你们许家而言倒是件难得的好事。现在你哪只眼睛看见他跟我来了？海爷这语气似乎对我许家有所不满。不过我父亲他迟迟不来，确实不妥。如此看来，先前那贱人说让海爷带我父亲到场，就是彻头彻尾的装腔作势。看来就是一个跳梁小丑，他怎么可能真有这样的滔天权势？是晚辈唐突了。刚刚那秦家弃妇信誓旦旦地说您会带着我父亲一起过来，是晚辈没有辨别出真假，所以想问问你。秦家弃妇？没错，一个无所事事赖在秦家整整5年，最后被扫地出门的弃妇。这个弃妇先被秦家赶出门后，怀恨在心，今晚还擅闯招标宴，一个下贱货，说话没点规矩，把全场各位都得罪遍了，还3番2次辱骂海爷您。我们劝他，他倒更嚣张，居然还敢坐上那首座，还说自己是东省的天，嚣张跋扈，这种人您绝不能轻饶。是啊，海爷，这个女人罪不可恕。海爷，晚辈已经擅作主张，联合在场各位名流，通告全省，断了他的生路，以儆效尤。海爷，冥顽不灵的我就应该这么治你，单凭他不敬海爷这一条，就够他死1万次。是啊，能让我们联合起来断他生路，那是他的荣幸。没想到海爷您这个时候到场。好，你们做得好啊！这是晚辈应该做的。海爷您稍等，我这就去清理了他，以免污了您的眼。清理？我看今晚要清理的是你们这群不长眼的东西！海爷这……陈振海，寒霜，你疯了！秦总，别管他了，他要死不死，我们2个可别受牵连啊！谁给你的狗胆，敢直呼海爷的名讳？海爷，海爷，这是完了，秦总，海爷这是彻底动怒了，连曹世和和许小姐都打了。我们快走吧，别再跟他掺和在一起了，否则别说订单了，连秦家都被殃及啊！寒霜，我尽力救过你了，是你非要作死。秦家不欠你什么，我也不欠你什么，是你咎由自取，怪不得任何人。走。东省陈振海，拜见韩大小姐。起来吧。韩大小姐，海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振海来迟，望大小姐恕罪。你要是来早，我哪能见识到你这东省莫言罗麾下的顶层权贵们威风凛凛的样子。大小姐，罪责在我，请您放心，我会尽全力给您个交代。请大小姐上座进官。高位首座，东省最高处，非权势滔天，非外人之上可做。这我要是做了，岂不是要引来众怒？我看谁敢！大小姐，请上座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今夜不敬韩大小姐者，我将一一对你们进行清算。海爷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她只不过就是被秦家赶出门的弃妇，您为何如此敬重她？住嘴！爸！逆女，给我跪下！你别叫我爸，我许真婷没有你这样的混账女儿。您在说什么呀，爸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还有脸问？你今天晚上做了什么？难道你心里没数吗？啊！我做了什么？我只不过是……我为徐家倾注这一切，经营半生，只差这一步就要登天了，一切都让你这个逆女给毁了！
这不可能呀，爸！小雨，你要毁掉许家吗？啊！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爸，你要相信我，爸，你相信我。我看，太爷，我许真婷今夜做的一切，咎由自取，任凭您处罚。至于这个逆女，罪不可赦。从今夜起，把她逐出许家，一切由您处置。爸，你不能这样。对，徐振廷，你还记得我说的话吗？10分钟之内见不到你人，你们许家今夜彻底消失。太爷，你该迟了。太爷，我许家这几年兢兢业业，您都看在眼里啊！你怎么能？求你了，海爷，求你能放我许家一条活路吧！啊，求你了！韩大小姐，许家家主何必把姿态放得这么低呀？韩大小姐，依你许家千金所言，且不提你们许家将要一步登天，单论家族基业，就以1里50年而不能。现在又有东省莫言罗的照应，如日中天，这样的许家，何须我给生活？孽女，你竟敢说出这样的话，还不过来请罪！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韩大小姐，你尽管发落处置，我许家绝无二话。先前他要断我一条胳膊，看看我的骨头有多硬；之后他又号召全场断我生路。在你许家千金的眼里，我不过是一个秦家弃妇，无所事事，尊卑不分，是整个东省的败类，理应当诛。现在你许家家主又要我处置，恐怕小女子没这个资格。试问，如果是许家家主您，又当如何？许家，你们好大的威风！完了，我许家彻底完了！是你这个孽女，把许家推向深渊，让许家万劫不复！爸，你不要吓我呀，爸！你别吓我！韩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放过我爸，放过我们许家吧，放过许家！太爷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求求你，给许家一条生路吧！现在知道错了，早干嘛去？滚！我知道了，你们早就串通好了，这帮骗子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我杀了你们！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把他送进医院。至于他，送到执法。这就是你的选择。我说秦家能有今日，是仰仗于我；我说万华进驻柳城，是我授意；我说我是光明正大的走进这宴会厅；我说断我手臂，他们还不够格；我说这高位首座是为我而设。现在你看见了吗？现在你相信了吗？所以，这5年里一直在骗我。哼，骗你！我今天跟你说了，你相信了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跟我说？如果你好好跟我说这些，事情不会发展到这样。秦总，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？你少在这里强词夺理。我们秦总对集团的付出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你不过就是想趁此机会指责我们秦总。寒霜呀，寒霜，你可真有心机！很好，闭嘴！你敢打我？再多说一句，信不信我要了你的命？秦总，别闹了，寒霜，不管你为什么骗我，但是这5年倾注了我全部的心血，我拼尽了全力，才有了如今的今日。你凭什么轻飘飘一句话就能否定掉我所有努力？秦先生，你未免过于高看自己了吧？
这些年要是没有韩小姐的鼎力相助，你们秦家算什么东西？也配享今日之高位。当初秦家破产，你备受打击，我害怕我的身份给你带来压力，选择以普通人的身份守在你的身边，这一守就是5年。但是这5年对你而言毫无意义。寒霜，你听我解释。有什么可解释的？你眼中的权势地位，对我而言毫无意义。他说的没错，你我根本就不是同一层面的人，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。秦总，今夜之后你好自为之吧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海爷，今天晚上就是个误会。误会？啊，对，确实是误会，那都是群家和那个许家一手策划的，我们3个压根就没想要掺和进去。海爷，今天我们确实做事行事不周，没有搞清楚事实就冲撞了韩姑娘，我愿意给韩姑娘道歉。若韩姑娘有什么要求的话，东省魏家将全力满足，绝无二话。我曹家也向韩姑娘道歉，我曹家将竭尽全力满足韩姑娘所有的要求。还有我汪家，今天呢是我们3个不对，我们都是被许家那个姑娘给骗了，千金尽量在这里给韩姑娘赔罪了，给韩姑娘赔罪。看来是我错怪大家了。行，那我就不深究。韩姑娘心胸宽广，魏某佩服。是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我不深究的前提是你们自断生路。韩姑娘，你太幽默了。别说，这个笑话听起来也别具一格。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韩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韩姑娘，你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。怎么，你办不到吗？不，我们的意思是，您提出的所有补偿，我们都将尽力的满足你，哪怕是集团资产也可以交给你。可这自断生路，你们断我生路的时候，可比现在决绝多了。那都是误会。韩姑娘，今夜东省权贵齐聚一堂，你让所有人自断生路，这等同于让世家名门在东省除名啊！怎么，不可以吗？我敬你，才跟你客气一下。但是你要明白凡事留一线的道理。如果你若将此事做绝，恐怕只会平添祸。王爷兄，海爷，您为东省莫言罗，东省将以您为尊。但是今天晚上他所做的一切，东省将不容他。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海爷，凡事要有个度。今天晚上我们确实有些做事不周，但是我们愿意放下姿态，给予补偿，予以道歉。但是他想扫除我们世家名门，是绝无可能。在座的诸位都是东省沉浮数十年、声名显赫之辈，根系深远。你有什么资格仅凭一句话就要我们覆灭？黄家主所言极是，我们东省魏家是绝代的顶流世家之一，就凭你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就想让我们自断生路？是啊，海爷，如果只是玩笑的话倒无所谓，可要您真当真了，我曹家也不答应。我看你们是想造反。海爷，严重了，我们只是想谋求自保，道歉赔偿，但要我们自断生路。试问在座的各位，有没有人认同？我不认同，欺人太甚，我也不认同。对，我们都不认同。你能得到海爷的敬畏，确实了不得，我自愧不如。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：知进退，谦卑。今晚众权贵若是亲力而对的话，你挡不下来。老人家，你就这么自信吗？我王延修纵横东省50年，亲手将汪家送上东省世家最高位。抛开身份不说，也有自信、有能力作为依仗。而你呢，除了海爷的敬畏，还剩下什么？你若是有服众的手段，为什么不拿出来看看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满足你。萧彻，传我消息，3分钟之内，我要东省再没汪家。是。
我汪家虽已不复鼎盛，但积攒下来的底蕴和基业，也不是你仅凭3分钟就能抹除的。即便是海爷，也未必能做到。王爷兄，告诉你，韩国想动你们汪家，3分钟足矣。原本你自断生路，给你们汪家留条生机。现在事已至此，汪家不必再留了。海爷，您不必这么维护他。况且这里也不只有我汪家，东省魏家愿与汪家共进退，东省曹家也与汪家共进退。好，既然东省3家愿意共进退，那就一并清算吧。看来今天要把事做绝。够了，你们屡屡对韩姑娘不敬，来人，把他们3个给我带下去。海爷，你真的要为了他和我们东省所有世家为敌吗？你们东省，你们也配合韩小姐相提并论？我等再不济也是东省中居高位的，除非他有什么顶格背景，足以横扫一世，要不然想让我们自断生路，绝无可能。没错，绝无可能，绝无可能，绝无可能。喂，我操，不好了！集团造成不明资本聚集，情况危急，马上就要破产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不可能！我沈慕凡的未婚妻要断你东省世家的生路，有何不可？她是我沈慕凡的未婚妻，要入我沈家的门，这份资格够了吗？沈家，大夏第一世家京城沈家，他们京城沈家的每一位子嗣都自成一份脉络，而每一份脉络都能独当一面，成为一方豪门。沈家就是由许许多多的豪门组成的超级世家，在整个大夏境内也是绝无仅有，庞然大物。这小丫头和沈家有关，不大可能吧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她就是京城沈家选中的人。拿上来。京城沈家礼到。京城沈家赠寒霜韩小姐稀有海洋之心项链1条，限量跑车1辆，稀有冰种玉镯1对，京城王府4合院1处，沈氏黑卡1张。一点小小心意，还请韩姑娘不要嫌弃，请收下。你是？我京城沈家沈慕凡，你名正言顺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秦总，这该不会是寒霜背着你找的？未婚夫？这是小心意。光是这见面礼就已经比咱们东省世家所有的资产还要高，沈家出手可真大方。京城沈家，难怪他会目中无人，难怪海爷保他到这种地。嘿，怪我汪延秀算是看走了眼，汪家完了。汪家主，不要再叫我家主，今夜之后东省再无汪家。我汪延秀愿自断生路，但我有一事相求，恳请韩姑娘能放我汪家小辈一线生机。祸不及家人，可以。谢谢韩姑娘。那你们呢？我们愿自断生路，恳请韩姑娘给我们2家晚辈留一线生机，请韩姑娘高抬贵手。这些世家的清算就交给你了，请大小姐放心。沈慕凡沈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聊一聊？如果韩小姐有兴致的话，我随时可以。这里太过于嘈杂，恐扰乱了贵人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聊聊。那就劳烦韩小姐带路了，请。站住！秦总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他就是你今晚最大的依仗，是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少在这里装傻充愣了。当初你说你是因为秦总，所以才隐瞒身份，背地里你早就跟这个男人勾搭在一起。秦总不嫌弃你，还跟你结婚，可你呢？你却背叛秦总，现在还要借着这个男人压秦总。
你们真是恬不知耻！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敢打我？叽叽喳喳，认不清自己身份，不打你打谁啊？我提醒你，管好你的嘴。沈少是京城沈家的大少爷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如果再敢冒犯他，我不介意让你也尝尝那些世家背断生路是什么滋味。还说，今天晚上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你是凭自己的能力让海爷敬畏了，让整个东省世家低头。那一瞬间，我真的很欣慰。是让我秦逸轩看中的女人，不是无所事事。可现在，你只让我觉得恶心。整整5年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失望过。秦总，你想表达点什么？我知道说这些会让你不舒服，可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今天晚上你的确是出尽了风头，让整个东省世家自断生路。放眼整个东省，还没有第2个人能做到。可是那又怎样？你所依靠的也不是你自己的能力，你只不过是站在另外一个男人身后罢了。无论你今晚出了多大的风头，到头来你还是你，只会依仗男人，从来没有凭自己的能力站起来过。秦总的话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如果你想说的话只有这些的话，那我们大可不必再聊。韩小姐，不知这位是？我前夫秦逸轩。原来如此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还要感谢秦总，能让出韩小姐这么优秀的人。有些人只能靠强词夺理来安慰自己，真是可怜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事论事而已。他的身份远非你们可估量。哦，不过看在你们一无所知的份上，我不介意向你们透露一点。不必了，一个无所事事，只会勾搭男人的弃妇，我还没兴趣了解。他现在只会让我觉得恶心，是吗？那你们可别后悔呀。能让我后悔的事情有很多，但绝不会是因为他跟他离婚，是我自知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沈总，我也奉劝你一句，你贵为京城沈家的少爷，没必要在这个女人身上浪费时间。她所贪恋的只是你的权财罢了。既然秦总知道我是京城沈家的少爷，那么我问你，你有什么资格教我沈慕凡做事？京城沈家的眼光没有你想象的这么肤浅。还有，我要提醒你，以你现在的社会地位，没有资格对我沈慕凡的未婚妻指手画脚。韩小姐，我们走吧。目光狭隘，愚不可及。装什么装？不过就是捡了一个垃圾而已，还真当成宝贝，脑子有病。说什么呢？秦总，你就是太心软了，你也不想想刚才他们都说了什么，又是阴阳怪气，又是盛气凌人的。他们说的也没错，现在的秦家确实比不上京城沈家。秦总，我秦逸轩从不逞口舌之快，接下来我会带领秦家一步一步超越京城沈家。没错，秦总，我相信以你的能力，一定可以胜利的。韩说，我会让你亲眼看到秦氏集团的崛起，但愿那个时候你能够明白，只有靠自己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。一时得失，难以维持，终将一无所有。肖先生，新城开发区的项目，您还打算交给秦氏集团？没错。为什么？难道这是阁主的意思？订单一事，阁主并未交代。肖先生，您这么做会不会有点不妥？毕竟秦氏和阁主已经划清界限了。所以我才要将这笔订单交给秦氏集团。这对于秦氏来说是一步登天的机会。项目初期的投资，恰恰是秦氏集团能拿出来的所有积蓄。若是阁主还在秦家，他们便可高枕无忧的投入。可是阁主已经不在秦家了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万华集团暗中给秦家的一切便利全部取消，相关合作渠道也一并。
原来如此，秦家可能自己都不清楚，他们近90%的商业资源都来自于万华的旗下和让利，一旦全部终止，他们的资金链立马就会断裂。秦逸轩不是自觉自己能力卓然，能带秦家走上高位，那为何不给他这个机会？秦家的资金链一旦断裂，那么他们就绝不可能拿出这个项目所需的启动资金。一旦没了资金，这个项目就没有办法推进，到时候庞大的违约金一样可以彻底打垮秦氏集团。话别这么说，万一秦总真能力挽狂澜，扶大夏至江青，哼，那秦家也讨不到任何好处。没有了我们万华的帮助，秦家就算拿下这个项目，也会把它拖垮。哼，更何况秦逸轩这个人根本没这个能力。倘若他有自知之明，他就应该清楚，秦家绝对拿不下这个项目，还不如一口回去。否则，他所期盼的希望落空，他们秦家将会一蹶不振，彻底消失。那也是他们秦家咎由自取。哎，萧先生，您是打算以此报复秦家，替阁主出气？不，我只是想让他们看清自己，让他们明白，没了阁主，他们什么也不是。沈大少，现在是不是该聊聊我们之间的事了？我怎么从未听说过我有一位素未谋面还出身京城沈氏的未婚夫呢？韩伯父没有跟你提过我吗？韩伯父，我爸。是的，12年前，韩伯父跟我们唐家家主，也就是我外公，为咱们定下了婚约。这是当年韩伯父给我们沈家留下来的信物。确实是爸爸的东西。你外公为什么会和我爸定下这门婚事？按理说你是京城沈氏的少爷，你的婚事应该由京城沈氏主持才对。当年沈家高高在上，根本没有时间管这种事情。没听懂。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我从小跟着外公一起长大，直到3年前才被接回了沈家。原来如此，那沈少爷可否详细说说？今天天色已晚，不如改日我再跟你细说，如何？好啊，那就明晚吧。我都可以，一切听韩姑娘。那就明晚，地点你来定。这是我们沈家发行的7星级贵宾卡，大夏境内只发行了这一张，可以最大程度的使用我们沈家所有的资源，也可以享受我们沈家所有产业的最高礼遇。沈大少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柳城最豪华的7星级酒店东方盛庭，也是我们沈家的产业之一。如果韩姑娘不嫌弃的话，明天晚上我们的见面地点就定在那儿吧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就收下了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我们明天晚上再见，韩姑娘。明晚见。这位沈大少爷的目的还真是深藏不露，老爷子可千万别给我添麻烦。小丫头，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你差不多到了成家的年纪，只不过你妈妈身上的优雅气质，你是一点都没遗传到。想找个8块腹肌的帅小伙，我看是全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深谋远虑，已经提前给你物色了一个小伙子，定下了一桩婚事。真是会瞎操心。我知道你看完上面肯定会想退掉这个婚事，但我得告诉你，这个婚你退不了。退不了？秦总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还不休息啊？不了，这样您身子熬不下去的。招标会不了了之，我必须尽快确定公司下一步发展规划，怠慢不得。都怪韩硕那个狐狸精，要不是他大闹晚会现场，事情说不定都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行了，喂，你好。你说什么？秦氏集团中标了？好，好的。秦总，是万华集团打来的电话吗？对，新城区那个项目，我们集团中标了。真的啊？
真的是我们集团中标了。没错。之前寒霜大闹晚会现场，我还以为我们集团的投标资格被取消了呢。现在中标的还是我们。对，没错，管他寒霜怎么闹，整个万华，甚至整个东省，只有秦总您这样有能力的人，才有资格接管这个项目，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会中标呢？吩咐下去，从明天开始，全集团上下全力配合这个项目。是，秦总，等您接管这个项目，跻身到行业前端，寒霜估计都被那个沈大少爷给踹了，说不定到时候他还会求着您看他一眼呢。他要真那样，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他。人只有靠自己才能获得尊严。寒霜，这个道理你永远都不会明白。唐家老头与我韩家有大恩，他的外孙也确实不简单，姑且算是配得上你，所以我和他立下了婚书，并以当初你留在家里的这枚凤戒作为见证。果然，这老头就是不让我省心。兜兜转转，还是回来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还是不接受这枚凤戒？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戴上它。藏风5年，是时候该放下了。恭迎阁主。戴个戒指而已，搞得那么正式干嘛？起来吧。阁主，这枚凤戒是九霄阁的魂。当年你平边境、开疆土、护龙脉的时候，整个九霄阁的人都希望您能带这枚凤戒重掌九霄阁。如今萧彻亲眼所见，是我太激动了。行了，我交代你办的事情，你办的怎么样了？已经调查清楚了。这位京城沈家的沈大少沈不凡是18年前京城沈家最为鼎盛的一支，他是沈胜平的后人，是沈胜平和江州唐家三小姐唐婉柔的儿子。江州唐家？对。后来沈胜平遭遇灾厄横死，以他为主的一脉迅速崩塌，被沈家逐出。唐婉柔和年幼的沈不凡也被沈家视为灾星，逐出了沈家，甚至连唐家也受到了牵连。这个怨气还真是不浅啊。3年前，沈家争权尤为惨烈，一片狼藉之下，几乎没有赢家，反倒是远在唐家的沈不凡，最后成为了正统，所以沈家才会把沈少爷接到京城主持大局。我看沈家有联姻的打算。争权导致沈家受损，急需联姻才能稳定局面。不过，这位沈少爷似乎对沈家给他提及的联姻对象不太满意，所以他就找上了我。他似乎不知道您在九霄阁的身份，把您当成了普通人。或许在他眼里，相比于京城世家的小姐，籍籍无名的您更容易掌控一些。不知道我的身份，有意思。他想干什么？有意思。阁主，您要应这份婚约吗？唐老与我韩家有恩，这份婚姻更是以这枚凤戒为证。正如老爷子所说，这份婚我还真是退不了。行了，只当帮他这一次忙，全当是还了沈家往日的恩情了。我明白了。说这么晚了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秦爷爷，是我。明天千家小聚，中午到东方圣庭，一起来一块吃饭。老爷子，我有一段时间没见你和逸轩了。秦爷爷，我明天还有事呢。什么事儿？莫非是逸轩那小子不让你出来？这小兔崽子真是越大越不懂事了。等你明天过来，我帮你说说他。不是，秦爷爷，其实我和逸轩，我们两个已经……好了，小双，你别帮他说话了。明天你大胆来，我给你做主，便当是给老爷子一个面子。时候不早，楼前挂了。啊！阁主，您还要回秦家？秦老爷这5年视我为己出，这次去，全当是跟他道别了。小彻，告诉陈振海备上一份礼，我明天带过去。是。阁主，按您的要求，为避免大张旗鼓，特意给您准备了100年陈茶。100年陈茶？是的，阁主，
这是5年前镇守京城自边境带回来的稀世珍品，享有茶中皇后之美誉，价值连城啊！有心了。阁主，我送您进去。不用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，阁主。我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客户，他手上有我们沈家发行的7星级至尊黑卡。我希望你们东方圣庭能以最高的规格来接待，不要出现任何纰漏。请沈少爷放心，我立刻通知下去。一旦有7星级黑卡的出现，东方圣庭将竭尽全力为持卡贵宾提供最优质的服务。走吧。哎，凡哥，你这么强调，生怕有什么疏忽，看来你很在乎那个未婚妻啊。只是想博取一些好感罢了。寒霜啊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以琢磨。难以琢磨？对啊，我昨天送他那些见面礼都让他如数退回了，他给我的感觉远不止表面那么简单。希望啊，他能比那个欧阳冉冉靠谱点吧。我想啊，他应该不会辜负你的期待，就算再不济，也绝不是你们那个沈家给你安排的那个刁蛮小姐能比的。你怎么这么能肯定啊？哎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他的身份不是平常人可以估量的。顾怀，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怎么会呢，凡哥？我们是好兄弟，我怎么会隐瞒你呢？那你那天说那话什么意思？我那是给你争面子。你想想啊，万一他那个前夫瞧不起他，这不是给你沈家大少爷丢人吗？你小子最好别再骗我。我啊，其实对他的了解跟你差不多。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在水果市场，那个时候没什么特别，平平无奇。站住！秦总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爷爷最近身体不好，我们离婚的事他还不知道，我不想他受刺激。你打算瞒他多久？等到合适的时机，我会告诉他，但不是现在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还有什么事情吗？今天之所以举办家宴，和大伯母家的女婿有很大关系。他的身份背景很不简单，你在宴席上少说话，注意仪态举止。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谁也护不住。京城沈家也不行。这就不劳烦秦总操心了。韩叔，你最好把我话听进去，出了事儿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兰芝，你家这个儿媳妇好大的架子，这难得的家宴，让我们这些长辈等她一个人。哎呀，大嫂，她什么德行，您还不知道吗？今天咱难得的家宴就甭提了啊，免得影响了大家的兴致。行了，大娘，你少说一句吧。现在我那个嫂子可野得很，万一你哪句话惹了她不高兴，小心连你也打。她敢，反了她了。她要是敢对我动手，我那大女婿不得要了他的命啊！够了，家宴上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寒霜，来，坐我这儿。谢谢老爷子。是我打电话让你来的，就绝对不会让你一来就受委屈。今天爷爷给你撑腰。谢谢老爷子。爷爷，你跟他非亲非故的，干嘛这么偏心呢？她是你嫂子，是我孙媳妇儿，怎么就非亲非故了？行了，雨桐，别让你爷生气。好了，我看呀，人都到的差不多了，我就以茶代酒，开始吧。等一下，爷爷，既然以茶代酒，不如喝我带来的茶。这是京城的黄金芽茶，由金剪采摘，茶叶上喷了可食用的24K 金粉。爷爷，这是我特意给你挑的礼物。黄金芽茶，爷爷，这茶可不得了，它在国际上享有盛名，单这一盒呀，就价值数十万呢。这一小盒就值10万。是啊，爷爷，看来堂妹家里面又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好消息了吧？
不然也不会把这么好的茶叶拿出来。看来什么都瞒不过雨菲姐。爷爷，你知道万华集团为了新项目招标，昨天召开的晚宴吗？知道，听说整个东省的世家名流都去参加了。没错，昨天万华的招标晚宴上，我哥力压全场，成为万华项目的唯一中标人。现在新区的项目都是由我们秦家负责。那个项目，陈振海还是给了秦家。逸轩，这是真的？是的，爷。不过其实没雨桐说的那么夸张，过程有些复杂。不过还好，最终中标的是我们秦氏。我本来打算签合同的时候再跟你说。你这孩子，这么好的消息，你还对爷爷遮遮掩掩的。好啊，好啊，这下我们秦家可是靠逸轩一步登天了。这么说，逸轩已经拿下万华的项目了？哎呀，那我们秦家岂不是要成为商界的翘楚啦？大伯母，还早呢。哎呀，什么还早？万华这个项目在国内可不多见。逸轩，你现在呀可是独当一面啦，了不起啊，了不起！可惜呀，这个家养了个累赘。逸轩，你也别怪堂姐说话难听。现在呢是上流社会的风云人物了，在家里面养个只会洗衣做饭的老婆，没有办法帮你出力也就算了，这要是传出去啊，别人还以为你娶了一个保姆呢。堂姐，我知道了。知道就好。要说这找对象，还得向我们雨菲学习。她这次找的对象，据说已经入选了九霄阁，去镇守边境了。这要是回来，谁还不得敬他3分？大嫂，她一个妇道人家，怎么能跟人家青石比呢？整天就在家干些老妈子的活，简直是一无是处。喂，我还不如直接请个保姆。哼，寒霜啊，姐姐知道，有些话你听了可能会有些难受，但这事实就是这样呀。作为过来人，姐姐还是希望你能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，才能配得上逸轩。一个小小的项目，就看清你们的嘴里，这笔买卖不可以。什么叫一个小小的项目？有本事你怎么不去谈一个回来？哎，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实话告诉你们，这个项目当初就是我给秦家的。寒霜，天还没黑呢，你就开始说梦话了。爷爷可还在这儿呢，你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争面子，只怕会让你更丢脸。寒霜，家宴上我不想跟你争，不过你得搞清楚，秦氏中标靠的是我的个人能力，所以晚宴结束以后，万华府打电话来通知我，中标的事跟你可没有半点关系。个人能力？行了，跟他扯什么？那可是万华集团的项目，他这辈子接触得到吗？寒霜，爷爷可是亲自邀请你来参加家宴，你还不把给爷爷准备的礼物拿出来？不会是没有准备吧？当初要是没有我，你们秦家根本接触不上万华的项目。至于礼物，这个就是我送给爷爷的礼物。我倒要看看你拿的什么宝贝。我看你气势这么大，还以为你准备了什么好玩意儿。这不就是烂茶叶吗？嫂子，这茶叶都没了，还能喝吗？寒霜，你要把这种茶送给爷爷，这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雨桐送的可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、价值数十万的茶叶，而你这还不是在垃圾堆里面捡的吧？这能值几个钱？这是百年陈茶，享有普中皇后之誉。至于它的价值，远非你们能想象。听听，还什么茶中皇后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那是你孤陋寡闻。行，我孤陋寡闻。就算这什么陈茶，也顶多10000把块。你拿什么和我比？这茶是稀世珍品，价值1000万。还什么稀世珍品？你是怎么说出口的？你是把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当傻子，还是觉得我很忽悠啊？这礼送的呀，真是丢人现眼啊！这得亏是家宴呀，没有外人。兰芝啊，
你以后带这个儿媳妇出门可得注意点喽。就他，还想跟我们一起出门，门都没有！都闭嘴！有本事外头使去！一个个就知道家里横。这礼物是给我送的，还是给你们送的？自己家人送的礼物，心意比价值更重要。小双，你的心意，老头子我领了。这黄金芽茶，我喝不习惯，我还是喝小生送来的这茶。服务员，麻烦你把这茶给我们泡上一壶。爷爷，行了，倒够了没有？赶紧坐回去。爷爷，这茶水颜色跟刷锅水一样。寒霜，你这算什么陈茶？你该不会捡了一罐垃圾，以次充好吧？百年陈茶就是这样。放屁！你真当我们没见过什么世面？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要是爷爷喝出了什么问题，你担得了责吗？寒霜，都是自家人，你要是实在送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，你可以直说呀，没有人会笑话你的。但那可是入爷爷口的东西，你怎么能在这件事情上弄虚作假呀？你这是在害爷爷！你们懂不懂茶？韩霜，闹够了没有？之前你对我妈和雨桐动手，还没找你算账，现在你又对爷爷起了如此歹毒的心思，爷爷平时待你可不薄啊。秦总，你又不相信我？你心里想着什么，你自己清楚。我相信小双送的茶没问题，今天我就喝这茶了。爷爷，这茶你不能喝。逸轩，你……爷爷，我哥说的对，你平时对寒霜好也就算了，但是最近你身体不好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啊！包藏祸心，为人歹毒，你拿的茶不配放在这儿。雨桐，你怎么把这茶给摔了？啊，老爷子，这砸就砸了，雨桐啊，他也是为了您好呀。哎呀，就是老爷子，我们家雨桐一心为您着想，您怎么能为了一个送您垃圾的外人跟他生气吧？您这有失公正了。你们这么热闹啊！老公，你可算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有点事情耽搁了，还请大家见谅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啊！来，快坐吧。哎，老爷子看着怎么不太高兴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还不是有人送了一罐发霉的茶叶给老爷子，想要害他呀？发霉的茶叶？就是这个，跟刷锅水一样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要不是刚才我及时拦住爷爷，爷爷就喝进去了。这茶，这刷锅水一样的茶叶有什么好闻的？我就给他倒了。哎，闭嘴！老公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不要命了？别吵！入口醇厚，层次丰富，回味持久，这可是百年母树大红袍绝世珍品啊！绝世珍品？这真的假的？其实，你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？开玩笑，妈，我岂会随随便便开这种玩笑？5年前大夏边境战乱，九霄阁阁主亲至，他一战震慑，稳定疆土，大兴国运。在庆功宴上，京城镇守便带来了这百年陈茶与我们同饮。当时我有幸饮了一杯，这个味道我永远不会忘。京城镇守带来的茶，那如果这茶是真的，得值多少钱？如此珍品，现已停产禁足，又岂能是以金钱能够衡量的？纵观我整个大夏，像这种百年陈茶，恐怕已经是寥寥无几了。你是说，这茶是百年珍藏？这不可能吧？雨桐，这茶是从哪儿来的？剩下的呢？不会就这么点吧？这茶怎么不方便说？想来也是，像这种级别的茶，即便不是京城镇守使的级别，身份也不会差多少。不过能给我们秦家家宴赠上这么一泡，
也是我们秦家天大的荣幸。老爷子，看来我不在秦家的这段日子里，我们秦家飞黄腾达了。这茶是整整1罐啊！什么？整整1罐？这茶在哪儿？我怎么没有看到啊？都让这个孽障给摔了！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些什么？你把这整整1罐百年陈茶都给砸了！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真的。你真是混账啊！你暴殄天物啊！这茶是这个废物带来的，我怎么知道他能送出这么贵重的礼物啊？什么？这茶是你带来的？没错，是我带来的。你带来的？我记得你被秦家收留，然后嫁给逸轩。那这茶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朋友送的。你又送的？这么说5年前你也在大夏边境？算是吧。不是在说谎吧？怎么，你们觉得这茶是我偷来的？搞不好还真是你偷来的，要不然你哪来的朋友会送你这么贵重的茶叶？对，一定是他偷的。算了，也没必要这么说。如京城镇守使这般级别的东西，自然也不会轻易被别人得到的。那这茶毁了就毁了吧，大家都是自家人。雨桐，今天这件事情，我可以对你既往不咎，但是你记住，这要是在外面，哪怕是打碎了这么1杯茶，也要拿命来赔。我知道了，姐夫。还有你，有如此珍品，既没有说清楚道明白，这茶现在毁了，你该负大半责任。关于这罐茶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说不信的是他们，说是垃圾的是他们，说要毁掉这罐茶的还是他们。而现在，你凭什么要我担责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青石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，人家可是九霄阁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跟他杠啊？啊，九霄阁的人好威风啊！你懂什么？就你这副德行，连我姐夫家的保姆都比不上。行了，都少说2句，坐下吃饭。寒霜，不是我说，你赖在秦家5年，靠逸轩混吃混喝不太好吧？要不这样，现在你姐夫回来了，我让他帮你一把。让姐夫帮我一把？是啊，老公，你近来不是在九霄阁晋升了吗？不如给他安排个活干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以为九霄阁是什么阿猫阿狗可以随便进的吗？倒是你，刚才你说5年前在边境，那我倒要问问你可做过什么？秦生辉直破关河3000里，我九霄阁阁主寒霜岂容折损，五谷仙谷以胡鲁鲁血为祭，昭告3皇5帝，日月社稷，浩浩声明，今日就由本姑娘开疆拓土。你是九霄阁阁主？九霄阁阁主？老公，你说他是九霄阁阁主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姐夫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怎么可能是九霄阁阁主？不好意思，我情绪一时激动，一时惊悸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是在回答你的问题。5年前，大夏边境动荡，九霄阁阁主以一己之力荡灭敌寇，开疆拓土，绝世无双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以他的身份自居？你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？我只不过是在陈述事实罢了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还吃不吃饭了？不好意思，今天确实是我来晚了，这顿家宴该由我来请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他的那份我不付，让他自己来买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只是略施惩戒而已，冒犯九霄阁阁主可是重罪。今天看在咱们是一家人的面子上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是总要给他一点小小的惩罚。那也不行啊！东方圣庭的消费几乎是整个东省最高的，我们这次家宴就是平摊，也要很多钱呢。小双他没有工作，你让他拿什么付啊？那就让他老老实实的洗盘子刷碗，好好的沉淀沉淀。其实你老爷子，我知道你护着他，
但是此事事关九霄阁的荣誉，你一味的护着他，只会给我们秦家留下祸患。寒霜啊，要我说，你就跟你姐夫道个歉，求他网开一面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就是，青石也不是故意要刁难你，有点眼力劲儿吧？要我道歉，他承受不起。好，你有种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让他付款。小姐，麻烦结一下账。寒霜，为什么你总是这样？不就让你道歉而已吗？我说了，要我道歉，他承受不起，不就是买个单吗？刷卡。等一下，你说你有钱，我倒要看看，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这卡正面背面连个字都没有，还印了个娃娃，你这连银行卡都不是，你装什么装呀？你不会是在地摊上淘了一张玩具卡吧？小姐，玩具卡在我们这里是不能作为消费的。这就是你刷卡的底气，还真是独树一帜啊！跟你的厚脸皮相比，我真是自愧不如啊！这张卡你刷就行了。小姐，我们的 POS 机只识别银行卡和贵宾卡，我这张就是贵宾卡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您这张卡和东方盛庭的贵宾卡完全不一样。来，让他看看什么才是东方盛庭的贵宾卡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才是东方盛庭统一发放的贵宾卡。你那是什么卡？赶紧把你的玩具卡给我收起来，别在这碰瓷儿了，行不行？明白吗？你错了，是他的这张卡不配和我的卡碰瓷。你的意思，你这张卡是独一无二、全球限量的顶级至尊卡？说的不错，的确如此。寒霜，你究竟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知道自己说的话有多可笑？逸轩，别说了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服务员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定制的限量卡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东方盛庭没有这种贵宾卡。所以说，你这张卡就什么也不是了？谁说贵宾卡就非得是东方盛庭？按照你的意思说，你是拿别的地方的卡来东方盛庭消费，你还真是个奇葩啦。好，你说这张卡是贵宾卡，那我就满足你，我来给你刷。经理，7星级黑卡出现了。7星级黑卡，快通知沈先生，立刻带我过去。你这破玩意儿根本就识别不了，应该是权限不够吧？换个读卡器。读不出来就是读不出来，无论换多少读卡器都是一样的。寒霜，你应该明白，不管你再怎么不肯接受现实，结果都是不会改变的。就像我们秦家拿下这个项目，这个项目我劝你早点放弃。以秦家目前的实力，是吃不下这个项目。吃不下？你凭什么说吃不下？万华集团肯把这个项目给秦家，就说明他看得起秦家。至于吃不吃得下，万华应该比你更明白。寒霜，你就别盯着我哥手里的项目眼红了，赶紧拿着你的地摊卡去后厨洗碗去。小姐，如果说您实在没办法支付，那我们只能采取强制措施了。住口！经理，还不快滚！东方盛庭总经理见过韩姑娘，您是我们东方盛庭成立至今最尊贵的客人，还请您随我移至平台顶层宴厅，接受我们东方盛庭最盛大的邀请。什么？这张卡竟然是真的？也好，不过这桌的单还没满，刷卡结账吧。不用，韩姑娘，您在东方盛庭的消费全部免单，您在这个包间的消费完全不用在意。那倒不必，毕竟这桌还是有人想买单的，对吧？秦逸轩，我并不想跟你争论些什么，但是有些话我也必须告诉你。你从未真正了解过我，所以你也不必把你的观念强加在我身上。你我根本不是同一层面的人。我知道你现在迫切的想带秦家走向辉煌，但是
在你没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之前，你的理想不过是个笑话。以你们秦家目前的实力，拿下这个项目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所以啊，我劝你早点放弃。一旦失败，所遭受的反噬会让你们整个秦家分离崩塌。话呢，我就说到这里了，听不听随你。秦爷爷，保重身体，我先走了。小双，你带我上去吧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那个废物，他还真当自己是盘菜了。哼！哥，你别生气，咱没必要和那种人置气。他寒霜就是嫉妒咱们手里有万华的项目，嫉妒的眼红罢了。对，典型的红眼病。行了，一个弃妇的风言风语还没放在心上。从今以后，我会带领秦氏集团一步一步走向辉煌，到时候我会让他为今天所说的每一个字付出代价。没错，我们要狠狠报复他，这才是我儿子。当我们秦家走向辉煌，有他后悔哭的那天。那张贵宾卡怎么回事啊？明明不是东方盛庭的贵宾卡，怎么却惊动了东方盛庭的总经理？而且还说什么寒霜是最尊贵的客人，连顶级 VIP 都没有的待遇。那又怎么样？一张破卡而已，还能当饭吃？看看他那个嘴脸啊！拿这张破卡装腔作势，迟早惹祸上身。逸轩，你和小双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爷爷，我哥跟寒霜已经离婚了。雨桐，离婚？逸轩，你和小双真的离婚了？你这个混小子，胡闹啊！老爷子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您说要不是当年您拍板，非得让逸轩娶那个什么寒霜，他能赖在我们秦家5年？这5年来，他吃我们的，喝我们的啊，还整天游手好闲。要我说呀，他就是我们逸轩的累赘。就是，我哥现在手里有万华集团的项目，再过不久就会成为商界翘楚。那寒霜有什么资格站在我哥身边？离了才干。老爷子还是太抬举他了，他只不过是一个有点姿色的花瓶而已。他离开我们秦家，对于咱们来说，只不过是甩掉一个包袱而已。放屁！寒霜一直不让我告诉你们，当年秦家一夜倾颓，是小双伸出了援手，才保以秦家延续。他伸出援手，他一个被收养的弃妇，能帮我们什么呀？那年秦家濒临破产，全靠小双和万华集团搭上了关系，才得以稳住公司。不是小双，你现在连公司的门槛都摸不着，秦家早就破灭了。不止这些，我们秦家重新起家的第一笔资金也是小双给的。爷爷，你是说那笔钱是寒霜给的？也就是说，早在5年前，他就和万华集团搭上线了。没错。这怎么可能？万华集团可是和九霄阁绑在一起的巨头，他一个待在家里面的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和万华集团扯上关系？就是呀，他要是有那本事，还能在我们家混吃混喝？你们知道什么？留住小双，本是秦家永久兴盛的根本。现在倒好，都让你们给破坏了。爷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现在我们秦家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就是，等逸轩这个项目一铺开，我们秦家想不风光都难。到时候还能靠他一个外人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我秦逸轩从不依靠外人，就算只靠我自己一个人，我也会把秦家带上辉煌。喂，小丽。秦总出事了，咱们集团的合作方全都要终止合作。你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90%的合作方都发来了终止函，再这样下去，公司的资金链就全断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秦总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先别着急，你去稳住公司内部，合作方那边我去解决。一定
定要抓紧啊，秦总！现在这是新项目启动的节骨眼儿，资金链要断了，项目肯定推进不了。可要是推进不了，那巨额违约金会让我们公司彻底破产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喂，赵总，我是。喂，周总，我是秦。抱歉，周总交代过，秦氏集团的电话他一律不接。喂，白总，我是金轩是吧？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，好自为之。喂，副总，秦先生，以你目前的能力，还达不到和我们合作的最低标准。之前我们给你的特殊待遇，现在我们决定一一收回，还请尽快把订单退回。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就一个晚上，怎么会这样？哥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天家终究逃不过败路。韩姑娘来的比约定时间早了1刻钟，我一向如此。尝尝吧，今天的明乾龙井。谢谢。还是说正事吧，沈大少爷，有什么事情不妨直说。韩姑娘多虑了，我这次来柳城就是想和你履行当年定下的婚约而已。沈家对韩家有恩，只要沈大少爷的要求不算离谱，我都会考虑接受。所以，我希望沈大少爷把话说透，以免日后生出误会。我想和你结婚。可以，但我要知道婚约之外的原因。其实我跟京城沈家的关系没有表面上那么和睦。这几年沈家动荡不安，他们想靠联姻来稳住局面，但我不喜欢他们给我安排的联姻对象。但是据我所知，京城沈家对你的婚约有着绝对的话语权。没错，但是我们之间有份婚书，而那份婚书，就算是京城沈家，也不得不认。那份婚书有什么特别之处？那上面有着沈家也不可违逆的存在。那份婚书现在在哪？一直由我外公保管。但3年前他老人家过世之后，就留在老宅。过几天是我外婆的寿诞，我想请韩姑娘跟我一起回去，一是给外婆祝寿，二是取回婚书。没问题。外公走后，慕容家对我的成见很大，我想这次韩姑娘跟我一起回去，少不了会被他们刁难。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我既然答应你的事情，就绝不会出岔子。至于寿宴的事，我与你共进退。那就多谢韩姑娘了，我也准备一些资源，以防万一。可以，我们2天之后见。2天之后见。通知九霄阁上下及各方镇守，备上厚礼。2日后送往江州唐家，为唐老太君贺寿。是。即日起，传我诏令，我将正式接任九霄阁阁主之位。遵阁主令。